大家好，欢迎收看扣马电竞。2024成都 MSI 季中赛胜败分组赛的第7个比赛日的较量已经结束了，最终 G2 战队以3-0的比分干净利落地击败了 TES 战队，创造了本届 MSI 季中赛开赛以来的最大爆冷，同时更是直接刷新了 LPL 赛区自从成立以来在 MSI 季中赛上的最差成绩。TES 无缘 MSI 4强。值得一提的是，这场 BO5 中 TES 的下路发挥不佳，成为突破口。前2局把被线杀，第3局虽然对线小优势，但是团战并没有发挥作用。赛后 TES 下路 AD 选手 JKL 个人微博被冲了。比赛结束后 JKL 表情显得十分的凝重，一言不发，似乎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中。但这次等待他的再也不是粉丝对他的安慰和鼓励，而是铺天盖地的指责、嘲讽和谩骂。由于 JKL 在这场比赛中的拉胯程度已经远远超出了人们对他的预期，赛前被外界寄予厚望的 TES 下路双人组竟然多次被对手完成对位单杀，甚至自己赖以成名的绝活英雄德莱文还被人家 Hansama 给来了一波正反手教学。因此，在比赛结束后，愤怒的网友直接爆破了 JKL 的个人微博，嘲讽他本质上就是一个网红 AD， 一个当年靠着抱队友的大腿躺赢的老5冠军 AD 而已。不少人嘲讽 JKL 大满笑大满败，真的成了。也有人怒喷 JKL 退役吧，一如既往让人失望，实在是太丢人了。还有网友嘲讽换了无数个辅助，其实你自己才是最菜的，并直言管泽元赛前的猜测其实一点都不错，他真的达成了大满败这一耻辱性成就，所以他有什么资格责怪管泽元呢？还删除了自己抖音账号上之前跟管泽元的合影视频，以示抗议。究竟谁给你的勇气啊？快给管泽元道歉等等。大满败、大满笑这个词是由于 TES 和 G2 比赛前 LPL 官方解说管泽元在饭堂节目中调侃，如果 JKL 输给 G2 就完成了输给所有赛区大满败的记录。当时管泽元因为这个发言，个人微博惨遭爆破，被骂得很惨，甚至 TES 官博还专门发文回应了这件事情，表示支持言论自由，但是希望尊重赛场上的每一位选手，这是电竞从业人员的底线。谁能想到第2天管泽元说的话就应验了， TES 真的输给了 G2， 并且是0-3惨败被暴打。再加上之前 TES 输给过 Game 和 Jam， 以及 JKL 之前在 IG 输给了 TL，JKL 确实是输给了 LCK、LEC、LCS 以及外卡所有赛区的队伍，大满败真的成了。对于 JKL 这名选手，有时真不知该如何对他进行评价。你要说他是大赛软脚虾吧，人家至少有一个世界赛冠军的荣誉，而且当年在 IG 战队的时候确实是敢打敢拼类型的选手，现在也是一样，曾多次帮助队伍实现逆风中的绝境翻盘。但他最近几年在国际赛场上的成绩和表现也确实令人一言难尽，而且绝大多数时候的发挥都显得十分拉胯，几乎关键时候稳定成为对手的突破口。尤其是今天跟 G2 战队的比赛，我绞尽脑汁也想不明白，为何从今年春季赛以来一直作为团队最稳定 carry 点的 JKL 会突然之间拉胯到这种程度呢？ Hansama 这名选手的实力，想必大家懂的都懂吧，跟 Pace 之间的差距其实都是一目了然的。无论是从英雄池还是从操作能力方面来分析， Hansama 都远远配不上顶尖 AD 的称号。结果 JKL 在面对 Pace 时都能做到稳定的压制，为何今天在面对 Hansama 时会被打成这副惨状呢？甚至自己的绝活英雄德莱文还被人家给打出了正反手教学。那么唯一合理的解释就只能说 JKL 是一位上限无限高下限无限低的选手了，发挥极其不稳定，对于团队的作用就相当于是一把双刃剑，能伤害对手的同时随时也有可能伤害到自己的队友。最关键的是，这场输给 G2 的比赛中 JKL 自己发挥不佳，前2局被线杀，第3局虽然没问题，但是上路裂开了。总的来说 TES 想赢就要靠下路，下路被打爆炸，结局只能是输。而且 JKL 的抖音账号也在赛前删除了和管泽元的合影，看起来是真的生气了。结果比赛没打好，被管泽元说中，确实是尴尬。
而在 TES 被 G2 淘汰后，管泽元的个人微博也热闹了起来。有网友调侃，管泽元果然是专业解说，敢于下判断，说出了实话。也有 JKL 的粉丝不满，认为管泽元用盘外招坑了 TES， 影响到了队伍的心态。也有人嘲讽管泽元，预测对了就是专业，错了就是毒奶，到处偷梗。当然了，今天 Mako 的发挥同样堪称是灾难级的。下路之所以会被对手给连续爆线 ，Mako 对此也有推卸不了的责任。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第一局比赛刚开局不久的那波下路双人组对拼。令我感到无比诧异的是，前期维鲁斯加泰坦的组合究竟哪里来的勇气，选择主动去跟对方带致命节奏的卡莉斯塔加女坦对拼的。Mako 泰坦在先手 Q 上去的那一瞬间，不知究竟在想些什么呢？有没有想过这波迷之操作行为会给比赛的整体局势带来怎样的影响呢？比赛输了，自己打的也菜，背上嘴脸也没办法，只能受着。电子竞技实力说话，别人瞧不起你，觉得你会输给欧美战队，结果你也没能用实力说话，真的被暴打了。现在回旋镖也是没办法，菜就立正挨打，后面再努力练习，提升自己的实力吧。电子竞技只看实力，其他都是图一乐，不服就用成绩反驳。希望在夏季赛可以看到 TES 的蜕变，真的别再让大家失望了。但毕竟 JKL 加 Mako 的水妹组合 carry 了一整个春季赛，倘若不是他们的出色发挥， TES 甚至都没有机会来到 MSI 季中赛的舞台上，因此勉强就算是功过相抵了吧。希望回去之后能好好的进行复盘，尽可能调整好自己的状态，及时发现自身所存在问题，千万不要心态炸裂，毕竟接下来还有夏季赛和世界赛呢，但愿能在世界赛舞台上一雪前耻吧。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欢迎在下面的评论区交流讨论，我会去挨个查看。感谢老爷收看，欢迎点击订阅，我们下期再见。